Hello， 大家好，我是暗成。今天我要说的是JoJo第6部中另一个无法被杀死、无法被打败，甚至这个呢是无法用任何方式攻击到的纯中立的远程自动操作型替身龙之梦。这个替身是少数自然觉醒，例如第4部中 Tonio 的珍珠果酱，你再比如波波和阿布德鲁的替身也是如此。龙之梦的本体坑佐老头是一个邪教组织的首脑，因为教唆成员集体自杀而被判在绿海顿监狱服刑280年。由于美国对于终身监禁和死刑的特殊性这个超长时间的判刑也相当于变相的终身监禁了。我们今天不谈他到底影射哪个现实中的人物，亦或是他又是哪国国籍，咱们这里呢不欢迎时空警察坑佐老头常年在监狱的禁闭室服刑。出场的篇幅呢，我们之前已经了解过了，是生存者乱斗篇幅，他也被生存者的死斗能力给影响到了，故而在刚逃出来的时候便杀了将近30人。要说他是如何获得提升能力的呢？咱们还得说说神秘的东方文化风水学。这个风水学其实并不被某些国家所单独享有，而是一块大地域的文化综合。坑佐在成为邪教头子的时候就已经对风水有着极其深厚的造诣了，他也是因为这份能力而从那场自杀式火灾中幸存了下来。通过40余年在监狱中的生活，坑佐将风水学自认为彻底掌握，于是乎他便崛起了龙之梦这个替身。龙之梦的造型类似于一只只有头的青铜龙，双眼呈赤红色，分为罗盘和圆球2个部分。罗盘的造型由一个圆环和一个用来标识方位的龙形装饰构成，圆球呢则是一个包裹在巨大泡泡中的一颗龙头，尾巴处伸出一个巨型的青铜箭头。我们来讲讲这个替身的能力吧。首先要说的便是其被动效果，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以及绝对的中立。这个你可以理解为风暴英雄中的静止状态，直接被从这个世界中彻底剥离出去。你可以看到龙之梦，但是你所有的攻击，不论是物理攻击、空间攻击，还是其余任何的伤害以及其效果都会忽视，直接穿透。甚至龙之梦本身也不能攻击任何的东西，它还可以无视任何的物体介质的存在于任何方位和角度。根据龙之梦在漫画中的能力来源，它虽然是坑佐的替身，但是其替身本质就是自然界能量的具象化，是风水本身。或许这也就是其具有高度智能的原因。龙之梦呢可以说话，并且话是真的多，连替身本体都嫌他啰嗦。和神父与白蛇的关系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白蛇是嫌弃神父啰嗦，坑佐是嫌弃替身啰嗦，真的太泄了。这个中立的体现呢，就体现在他可以向所有人提供一切他能通过替身能力获得的情报，甚至不用你询问，而是会主动的提示。但是如果你等龙之梦自己提供情报的话，大多数时候都会晚一步。也就是说，这个替身是向所有替身使者共享他的能力的。龙之梦在原话里也解释了这个原因。好，我们讲完了被动，接下来来说说其主动效果，探测风水。龙之梦可以通过替身能力探测出凶、吉2种大体方位，吉的体现呢便是罗盘，而凶呢则是泡泡。在出现过的篇幅中，罗盘上的那个龙头并不会说话，而是会悬浮在坑佐的手中，目测应该是被坑佐所控制的非中立部分。只要根据罗盘上所显示出的范围所行动，便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亦或是计划完美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所执行。众所周知黄木老师在JoJo中时常会穿插一些超越替身能力的设定进去，你比如说山神、神明化身、妖怪，这里的风水呢，我相信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说这个风水就是命运上的掌控，按照吉位行走便会绝对的安全，入之则吉，大致是如此。虽然其他人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坑佐手上的罗盘，但这个吉位只能被坑佐所读懂，而凶位呢便是那只可以说话的巨型龙头了。这个替身依旧会听从坑佐的指示，但是呢这个指示仅限于龙之梦快向我展现出必杀一击的位置吧。不过呢，这个凶位的龙之梦所指向的位置其实任何人站上去都是会受到灾厄的，相当于一个定点的透龙打击。龙之梦会和被攻击者介绍如何躲过此处的灾厄，并且呢，他会告诉被攻击者大凶之地的位置。自然了，坑佐通过龙之梦所获得的情报越多，龙之梦呢便会根据替身中立规则告诉被攻击者越多的信息。此外，由于是主凶，所以说泡泡龙之梦还具有一个额外的能力——空间转移。任何对泡泡进行主动攻击的人，攻击泡泡的部位会被直接截取下来，同时会瞬间对凶位进行攻击。被截取的部分数量、攻击角度都根据剧情需要而定。龙之梦的吉与凶的判定是100%准确的，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因为龙之梦就是风水的意识具象化。替身面板，
这里呢，我们做一个统一的介绍啊。破坏、速度、精密动作、射程、成长性，全是无。这里的无和黄阵的那个无其实不同，黄阵的无是因为其超出了替身的范畴而无法计算，而龙之梦是因为其并非被坑佐掌控啊，不具备实体，是绝对的中立单位，无法受到任何的攻击，无法攻击任何的目标。本体失去意识，龙之梦也不会消失，它是大自然能量的具象化。所以说，这个替身的其余面板都是无，相当于花木老师给坑佐开了个金手指啊，但是呢，你只能看到大自然的凶吉，除此之外啥都不行。持续力，这个唯一的数值啊，指的也是坑佐手中那个仅仅受他掌控的极位的这个替身的持续时间。这个罗盘可以在他手中一直持续到失去意识为止啊，也算是很久了。总体来说，结合阿纳苏对其的评价，坑佐老头可以将自身强大的太极拳法配合对于风水的掌控，在近身战中十分有利。远程攻击对其又很难起到有效的杀伤，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对手。但其对于自己风水学的过分自信啊，也是其最大的弱点。龙之梦的替身能力呢，是绝对的大自然之力，没错。你只要一旦进入极位，便万事无忧；你一旦进入凶位，便万劫不复。而唯一破解这个能力的办法，根据龙之梦自己的透露，便是玉石俱焚。进入凶位的人，只有两败俱伤才能解决敌人。其一，需要让处于极位的人离开极位；其二呢，需要让其进入凶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好了，这就是这期替身的介绍啦。我是冉琛，大家下一期想看我介绍第6部中的哪个替身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留言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